战役说道：“姐，我会安排好，但还是要跟你们说一声的，毕竟这是凤家的事。大姨姐后面应该会改姓凤，也等于是爱妻的娘家事。”海玲以为战印会想多，赶紧解释着：“战印姐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你和表哥最为沉稳，你们安排好了，我都不会有意见的。他就算如以前混职场一样强，在两大总裁面前都得称小弟。就是对比乔涵，他也不如。乔涵年纪比他小，但人家早早就接管家族事业，将乔氏集团经营得如日中天，蒸蒸日上。姐，我不会想多的，我们都是为了一件事努力。战印没有那么多心，大姨姐什么样的人，她又不是不知道。姐，你明天再去医院看看凤小姐，她虽说住院了，明面上还是凤家的接班人，她知道的会比我们快很多。她身边的方先生如同钟爷爷一样的，很厉害一个人，不能小觑了去。得亏凤晴的心不坏。海玲恩着，我也有这样的打算。凤晴应该也要出院了，她恢复的七七八八了。如果当年凤月不害死她的外婆，他们这些凤家的后人应该能处得很好的。海玲是真的很欣赏凤晴，凤晴对她也挺欣赏的，虽说辈分不同，两个人相处却如同姐妹。朋友，海玲比凤晴还大了2、3岁。战大哥，我做什么？乔涵问着战印。战浩宇也看着自家大哥。战印说道：“乔总帮我们的忙保护好钟爷爷他们，还要打听打听消息就行了，主要保护好钟爷爷，不给凤月下手的机会，凤月就败了。”乔涵点头。战印说的2个忙，他已经帮了1个。小会议结束后，战浩宇送乔涵回去。乔涵不用他送，他坚持。乔涵说道：“都这么晚了，我也不回家，就在我家酒店住1宿，就几步的路，你不用送了，早点休息。就是只有1步的路，我也要送你到家，送你上楼，看着你进了房，我才能放心。”乔涵只得由着他了。2个人手牵着手，亲密无间。乔家的保镖不远不近地跟着2人，自从知道自己跟了几年的大少爷原来是个女孩子后，保镖团依旧如前跟随着小姐，就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因为未来的姑爷是个醋桶，大小姐身边但凡有个公的，哪怕是只蚊子，战3少爷都得拍死才能睡安稳觉。战3少爷能够保留着他的霸道，还不是他们大小姐宠的，本来就放肆至极，脸皮堪比城墙还厚的战3少爷，有他们大小姐宠着，越发的放肆了。好在战3少爷也很宠他们大小姐，2个人是互宠着对方。战家大少爷过来后，乔家的保镖都觉得他们未来的姑爷跟战大少爷相比，真的差得挺远的。看人家战大少爷成熟沉稳，威严十足，并不像未来姑爷那般总是嬉皮笑脸的，一点都不严肃。就这般放肆的人，却能管理好战氏集团旗下所有酒店，是个笑面虎。战浩宇在心里腹诽，乔家保镖是没有看到过大哥为爱疯狂的样子。论宠妻高度，他们都还要仰望大哥的；论脸皮厚，也还得向大哥看齐。大哥一直都是他们兄弟们学习的榜样，不管是公还是私。你们公司快放假了吧？过年去我家里过年。战浩宇温声问着身边的新奸宠。今年过年应该不会去你家里过年，不过年初3我们一家人会过去，亲自到你家里拜年。年初2我妈要回娘家，我们都得陪着。2家已经当成亲家在走动的了。战浩宇笑，也可以。年后民政局上班了，咱们就领证结婚，婚礼用2个月时间来筹备应该可以了，在3月份办婚礼，不冷不热的，你安排好就行。婚礼日期2家也都商量好了，战逸晨和宁云初的婚礼先办，然后才是战浩宇和乔涵的。
战一阳以及他下面的那几个到了适婚年龄的弟弟，暂时还没有好消息传来，他们几个要结婚，估计要等到明年了。就是那样，老太太心里也欢喜得紧。除了老四，其他几个都不挑剔，自动去接近目标，培养感情。等到老三办了婚礼，海童肚里的小宝宝也要出生了。老太太一想到年前年后，自己家里都是一桩接一桩的喜事，喜事连连的，就是做梦都能笑醒。两家的酒店距离很近，就隔了一条街道。战浩宇送乔涵回到乔家的酒店，还送他上楼，到了顶楼的总统套房。他甚至跟着进了房间，很自然地关上了房门，隔绝了保镖们的窥探。其实在乔涵进房后，保镖们就会下楼住进他们的房间，他们住的房间就在下一层。楼上楼下的大少爷真有什么事，他们能迅速赶到。哦，是大小姐。大少爷变成大小姐已经几个月了，他们还是改正不过来。就是大小姐自己现在依旧是男儿打扮。很晚了，你也赶紧回去休息。乔涵嘴上催着他回家，人却在沙发上坐下来，看着战浩宇挨着自己而坐，他很自然的就靠到了战浩宇的身上。战浩宇自然的揽住了他，两个人相依相偎的。以前乔涵很少会和他这般的亲热。乔涵休假半个月，他带着乔涵出去旅游散心时，朝夕相处，同时都卸下肩上的重担。乔涵总算会流露出些女儿态，虽不多，战浩宇也知足了。他家乔涵就是这样的性子，他不能要求乔涵像其他女人那样娇滴滴的依赖他。乔涵独立自我，他早早就从父亲那里接过了公司的重担，在商界混了那么多年，成熟沉稳，性子也冷冰冰的。战浩宇觉得能融化他这块冰就很不错了，哪里还敢要求他太多？再说了，他也没有要求他怎么样怎么样呀，他又凭什么要求乔涵怎么样？他爱的是乔涵这个人，他的优点、缺点他都包容。在他眼里，乔涵也没有什么大的缺点，属于较为完美的一个人。反正他爱惨了乔涵。揽住乔涵时，战浩宇都在低头看他，眼神温柔的可以滴出睡来，感受到他深情的注视。乔涵抬头看他，他一抬头，战浩宇就低头堵住了他的嘴。他先是没有反应，在他极尽边情的撩他时，他才稍作回应，得到他的回应，他立即变得霸道，开始不客气的攻城略地。乔涵想，等到他们俩新婚之夜，他绝对会化身为狼，急不可耐地将他啃得连骨头都不剩的。一吻之后，战浩宇克制好涌动的情愫，恋恋不舍地松开了乔涵。眯着眼的乔涵睁开眼与他对视，将他眼里的情愫尽收眼底，抬手温柔地摸摸他的脸。乔涵难得温声说道：“早点回去休息，祝你做个好梦，晚安。你也是，明天早上我过来陪你一起吃早餐。”战浩宇在他的脸上落下细碎的吻。好。战浩宇又发狠地将他搂入怀里片刻，松开他后才从沙发上站起来。乔涵要送他出去，被战浩宇拒绝了。你坐着就行，不用送我，我舍不得，会赖在你这里到半夜的。乔涵失笑，便坐着不动了，目送着他出去，看着他把房门关上。房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彻底放松下来。次卧的门忽然开了，弟弟乔轩穿着睡衣从次卧出来。乔涵吓了一跳，随即黑着脸：“乔轩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乔轩愣了一下，他在房里打游戏，听到外面似是有说话的声音，出来看看的。姐姐这么生气？乔轩很快反应过来，便若无其事地走过来，边答道：“我在咱们家酒店请客吃饭，饭后送走了客户，我便上楼了。姐，刚才是不是战浩宇送你回来？两个人可能还做了儿童不宜的是吧？否则姐姐不会黑脸的。这里是咱们家的酒店，
这套房我也能进来，我又不知道姐今晚会在酒店留宿，底下的人没有告诉姐姐她在房间里吗？不过说不说都无所谓的，这套房就等于是姐弟俩的第二个家。姐弟俩不回家的时候，习惯住进这里。姐姐的房间是主卧，她是次卧，她从来不会进入主卧，哪怕姐姐不在这里留宿。她觉得主卧就是姐姐的地盘，在不知道哥哥是姐姐时，她都没有想过进入姐姐的地盘。乔轩在沙发上坐下来，笑道：“姐也不用瞪我，我是听到说话声出来看看，还是打了一会儿游戏才出来的，没有看到你和战浩宇做了什么事。”乔涵瞪着弟弟：“我和浩宇能做什么事？再说了，我和他即将是夫妻，就算做点亲热的事也是很正常的，理所当然的，我不会觉得丢脸，丢脸的就是别人。”乔涵还真不是那种随便就脸红的人，他觉得他和战浩宇很快就会成为夫妻，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他和战浩宇的关系，做点再亲密的事也不会有人说什么，顶多就是说他和浩宇的感情好，恩爱了。乔轩嘻嘻的笑，也是我姐的脸皮厚得很，一落就被他姐拍了一巴掌。乔轩立即改口：“我姐那是定力好，泰山崩于前也不变色。你刚才在房里做什么？”乔涵又拍了弟弟一巴掌，问道：“玩一玩游戏，我都好久没有玩了。”乔涵蹙眉。乔轩赶紧说道：“姐，我真的很久没有玩游戏了，现在工作忙得要命，难得今晚早下班，无聊时就玩玩了。不玩游戏，我早就约了朋友出去喝酒，喝个醉醺醺的，姐又要暴揍我一顿的了。以前他最怕的就是孪生哥哥，觉得哥哥比父母都要严肃，管他管得死死的。后来知道是姐姐了，他怕的人依旧是那个，只是哥哥变成姐姐了而已。但是姐姐的性格不变呀，还和以前一样。”乔轩想着，明明是孪生姐弟，不过是相差了10分钟而已，姐姐怎么就比他厉害那么多？他们是一起长大的，一起接受的教育，姐姐就是优秀。你长大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揍过你了，不要把我说的那么残暴。乔涵好笑地骂着弟弟，这么闲就不知道出去找个女孩子谈谈恋爱，咱们的岁数是一样大的，我马上就要嫁出去了，你还是要知功。乔轩：“姐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你比咱爸妈都要操心我的人生大事，这不得讲究缘分吗？你和战浩宇那是有缘分，我还不知道和谁有缘分呢。你那班红颜知己也有几个挺优秀的，不考虑考虑？太熟了，下不了手。他是还没有爱上才会这样说，若有一天真爱上了，熟了，他更好下手呢。算了，不管你了，用你的话说，缘分来了，你自会结婚。我回房休息，你也早点睡，别熬夜玩游戏哈。”叮嘱了弟弟2句，乔涵起身往他的房间走去。乔轩看着姐姐回了房间后，便进了厨房，给自己整了份宵夜，还去敲了敲姐姐的房门，问道：“姐，你要吃宵夜吗？”“不吃。”乔轩也知道姐姐不会吃，他以前是应酬到深夜，压根儿不饿，现在虽然也会应酬，但更多的是为了保持好身材吧。他就不怕了，吃胖一点，让自己变得丑一点，免得被太多女孩子盯上。谁叫他的哥哥变成姐姐了呢？那些想嫁入乔家当少奶奶的人，不能再缠着姐姐了，便将眼光投到他的身上。乔轩也很优秀，被他迷倒的女人不少，以往他是被乔涵的光芒遮掩了。乔轩自己端着做好的宵夜进了餐厅，坐下后还掏出手机拍了2张相片，然后发到朋友圈去，深夜放毒嘛。姐弟俩性格不同，乔轩做什么都喜欢发朋友圈炫一炫，乔涵则是那种1年都发不了2条朋友圈的人，偶尔发了也会设置成亲人可见。他觉得老是发朋友圈，自己的近况去了哪里
做了什么都暴露了，所以他一般是不会发朋友圈的，也是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去发朋友圈。乔轩边吃着他的宵夜，边看着好友们的朋友圈，同时他也收到了很多人的留言，大部分都是他的红颜知己。姐姐说他的红颜知己当中有几个很不错的，哪几个？乔轩还真没有去留意，在他这里他一视同仁。丰泽大酒店，海玲从浴室里出来，先打视频电话给妹妹。海童很快接了他的视频电话，一接通看到的就是儿子洋洋那张小脸。妈妈，洋洋本来有了睡意的，刚准备回房里梦周公去，小姨的手机就响了，告诉他是妈妈打来的视频电话。知道妈妈很晚才能有空，洋洋想妈妈了，就在小姨这里赖着，等到妈妈有空打电话了。母子俩视频过，包包电话粥，他才肯睡觉。洋洋，这么晚了，还没有睡吗？海玲温柔地问着儿子，脸上很自然地挂上了温柔的笑容。从他来了江城这边，除了上次陆东明过来带着洋洋，母子俩平时都是只能靠着视频见面。我等妈妈有空了，跟妈妈视频。妈妈，你忙完了吗？你那里下雪了吗？冷不冷？妈妈要多穿件衣服，别着凉了。小家伙嘴巴甜得很，对着妈妈就是一顿叮嘱。海玲听得心头暖暖的，笑着妈妈刚有空，想着你和小姨去了风尘山庄，打电话问问你在风尘山庄怎么样的。这2天都没有下雪，好冷呀。这里就是不下雪也是好冷的，跟我们管城不一样。妈妈很少外出，在屋里头有暖气，不会着凉。你平时玩得热了，不要一下子脱掉太多衣服，否则很容易着凉的。要听小姨的话，不要和龙婷打架，吃好睡好玩的开心点。洋洋立即朝小伙伴招手。在风尘山庄里，他和龙婷住在一起，有伴儿。大人想将他们俩分开的，怕他们住在一起会玩到半夜3更都不睡。小兄弟俩愣是要住一起，并且保证不会玩到半夜3更，大人们才同意他们俩住一起。龙婷立即凑过来，冲着视频里的海玲笑着打招呼，海阿姨。海玲笑着，龙婷也在呀。阿姨，我和洋洋住一起，洋洋还没有睡，我也不睡，陪着他在这里等阿姨的电话。阿姨，你吃饭了吗？哦，你吃宵夜吗？龙婷摸摸自己的肚子，说道，我和洋洋刚才吃了点东西，现在感觉又有点饿了，不过我妈妈不准我再吃，说我刷了牙。龙婷比洋洋更能吃，海童总是说，怪不得龙婷和洋洋一般大，却比洋洋高，比洋洋壮。他能吃能睡，又整天爬高爬低，练功夫的运动量大。洋洋相对龙婷来说斯文很多。这么说吧，龙婷像是长在野外的，自由生长，洋洋却像是长在温室里的，斯斯文文的。海玲笑道，都这么晚了，是不能再吃东西，免得肚子撑，反而睡不好。龙婷胆子大，又自来熟，跟海玲聊得也欢。海玲和洋洋说话，她也能答上几句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洋洋习惯性地问了一句。很快了，你和小姨在风尘山庄玩一段时间，等你们回来，妈妈也回去了。洋洋哦了一声，说道，小姨说，等姨丈过来接我们，我们再回去。姨丈又出差了，又不带我去，我只能跟着小姨来莫阿姨家里玩。海童不客气地轻捏一下外甥的脸，明明是你早就想过来玩的，还赖到你姨丈身上了。洋洋嘻嘻地笑。海童凑到镜头前，问姐姐，姐，一切顺利吧？他话里有话，尚能掌控，没什么事，你不用担心，好好的陪着洋洋过寒假。洋洋喜欢去动物园、游乐园玩，你带他去走一走。海童答道，这边的动物园跟我们管城的动物园都是差不多的，
游乐园很多项目洋洋还不能玩，他太小，年龄及身高都不够，去了也是看别人玩。我和慕晴说好了，明天带他们俩去儿童公园玩。他说儿童公园里有很多设施适合他和龙婷玩的。海玲没有意见，你安排就行。出门在外，你自己也要注意点，别被其他小孩子冲撞到你。姐，我知道的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还有保镖跟着呢。他没有带战家的保镖过来，军家多的是保镖。慕晴要带孩子出门玩，保镖不仅会提前安排好一切，也会跟随着保证大人小孩的安全。在 A 市这边，海童都不用担心人身安全的问题，没有人敢动军家的人。姐，你黑眼圈很重，早点休息。海童看到姐姐黑眼圈明显，颇是心疼，姐也瘦了点儿，不要只顾着工作，也要吃好睡好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海玲笑道，用你的话说，姐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，会自己照顾自己的。最近实在是太忙，每天都忙到深更半夜。今晚算是早的了，我已经洗好澡了，跟你们通完电话就可以休息了。哦，等会儿还得给陆东明打电话。陆东明也是每天晚上等着他的电话，他也会主动打给他，但每次他都在忙，他便不主动打了，等着他打给他，那样他就知道他已经忙完，可以聊得久一点。洋洋，让你妈妈早点休息，咱们也睡了，明天起来吃过早餐。小姨和你木姨带你们俩小只去儿童公园玩。洋洋和龙婷立即开心地拍掌，噎了2声。妈妈，我和龙婷去睡了，妈妈晚安。听说明天要出去玩，2小只很开心。洋洋立即就和妈妈道晚安。龙婷也对海玲说道，海阿姨，明天晚上我和洋洋再给你打电话，现在我们去休息了，阿姨晚安。快去睡吧，晚安。海玲笑着说。手机回到了海童手里，海童也没有和姐姐再聊下去，知道姐姐每天晚上其实还会和陆东明煲电话粥，维持着2个人的感情。结束视频通话后，海童对2小只说道，现在可以安心的回房里睡觉了吧。洋洋一把搂抱住海童，扬起俊俏的小脸，2眼闪闪发亮，甜甜的道，小姨晚安。海童的心都化了，笑着揉揉外甥的头发，洋洋晚安。龙婷也有样学样，等洋洋松开了海童后，他也去抱住海童的大腿，跟海童道晚安。2个孩子不拆天的时候，都格外的惹人喜欢。调皮拆天时，真想抄一架狠狠熊他一顿。海童跟着2小只后面，看着他们回房，看着他们爬上床，他帮他们盖上了被子，开了一盏小灯，关掉房里的大灯，说道，好好睡觉，不准再爬起来玩，也不准唠唠叨叨大半宿的，我听到你们在说话，就取消明天去儿童公园玩的计划。别看2小只就是3、4岁大的孩子，聚在一起跟他们大人一样，爱唠叨，什么都能说上老半天的。海童觉得这2小只长大后2张利嘴，不知道会哄骗多少人呢。洋洋和龙婷面面相视后，异口同声地说道，我们就睡觉，不会唠唠叨叨的了。虽然他们很喜欢唠叨，但还是明天出去玩更好一点。海童又俯下身去，分别给了2小只一记晚安吻，柔声说道，晚安，做个好梦。他摸了摸外甥的头，之后他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在外面坐着，等到2小只是真的睡着了，他才离开儿童房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手机上收到了新的微信信息，只有2条是战印发给他的。一是战印坐在书桌前，书桌上的电脑还开着，他发这张相片给海童看，是想告诉海童他真的出差，也很忙。第2条信息便是，老婆，我想你，等我忙完了就回去接你和洋洋回来。海童看着相片，
良久才回复他，早点休息，别累坏了，我也准备睡了。你的儿子刚才老在踢我，向我抗议，要我休息。战印很快就发了信息过来，叫他赶紧睡，接着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。海童往床上侧躺，肚子开始隆起来，他觉得仰躺不舒服，就侧躺。他没有再回信息给战印，免得他反复发信息过来，反而不好休息。也不知道大姨他们什么时候去江城。程玲玲说应该是这2天的。程玲玲去了管城，她得先评估一下钟爷爷的健康，才会出发去江城。快点结束吧。海童在心里默念着，祈祷他在乎的人都不会受伤，都好好的。很快海童就进入了梦乡。在梦里，他梦到了爸妈，还梦到了2个陌生人，他们和爸妈在一起。梦里的潜意识在告诉他，那2个他没有见过的，是他的外公外婆，也就是凤家上一任的家主。他贪图与父母见面的时光，很想扎入母亲的怀里，但是母亲就是不揽住他，他也无法走到母亲的跟前。明明母亲就在他的面前微笑着，温声叫着他彤彤，父母好像都和他说着什么，他听不见，他说的话他们好像也听不见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父母跟着外公外婆走了。海童拼命追赶，快追上时，父亲停下来，扭头对他说道：彤彤，不要追了，我们去的地方你不能去，快回去吧。然后伸手一推他，海童猛地睁开眼，醒了。天还黑着，不过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5点。冬天凌晨5点还黑漆漆的一片，不像夏天那样凌晨5点半都天亮了。海童怔怔地看着床顶，回想着梦里的一切。很快他又闭上了眼睛，在心里默念着：爸妈，我还想见一见你们，爸妈，你们还能再入我的梦里来吗？可惜的是，醒了的他就算闭上了眼睛也没有办法再入睡，他只得开着了灯，人跟着坐起来，翻身下床走向洗手间。片刻后，他从洗手间里出来，回到床上坐下。再无睡意的他在想着梦见的父母，他爸妈在下面跟他外公外婆团聚了吗？他们在那边都好吧？他们若是泉下有知，是否知道姐姐和战印他们在江城的近况？海童忽地苦笑，人死如灯灭，哪来的感知？就算父母和外公外婆真能泉下有知，知道姐姐他们可能会有危险，父母他们也没有办法帮到姐姐呀。他会梦到爸妈还有外公外婆，可能是白天的时候，他心里总在想着江城的事，想到外公外婆的悲惨下场，想到父母也是车祸走的，想得多了，晚上就做梦了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睡不着了，海童干脆就换过了衣服，洗刷后出了房间。他先去了儿童房，轻轻推开门进去，看到梁小芝还睡得香甜，就是被子划了一半在地上，床上只有龙婷还盖着被子，洋洋已经没有盖到被子，小身子蜷缩成一团，也不知道起来扯被子。海童走过去，轻轻地扯起了被子，重新帮小家伙盖上。谁？床上的龙婷忽地喝叫一声，接着人就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稳稳当当地站在地上。龙婷，是阿姨。龙婷也看清楚是海童了，她憨憨地笑，是海阿姨呀，我还以为是谁呢。她又重新爬回床上，往洋洋身边一躺，阿姨看到你们踢了被子，帮你们盖上，惊醒了你。还早着呢，外面天色都还没有亮，再睡会儿。海童心里惊叹这个孩子反应敏捷，他就是轻轻地扯上被子帮他们盖好，龙婷也知道。再看洋洋睡得像小猪一样沉，同是学武之人，洋洋学到现在也就是比普通的同龄孩子力气大一点，龙婷才是真正的学武之人，洋洋那是强身健体。龙婷充满负罪感地说道，
可能是我抢了洋洋的被子在踢被子。海阿姨，对不起。不管是师傅还是师公，亦或妈妈都说她爱踢被子。在师公的药谷里住着，那里冬天很冷，经常积着厚厚的雪。师公不让她开暖气，说要她适应药谷的冬天，她就很少会踢被子的。因为太冷了吗？恨不得被子更厚一点呢，哪里会踢被子？回到妈妈身边了，她觉得太热，睡着了，总会不自觉地踢被子。海童温柔地说道，关上了门窗。也不算很冷，洋洋的冬天睡衣挺暖和的，快睡吧，不用有负罪感。龙婷这孩子调皮归调皮，懂事的时候也格外的让人心疼。若不是他家冯巨变，他现在也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生活，哪怕他回到君家过的也是少爷生活。穆晴和叶君博始终不是他的亲生父母，他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原生家庭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，没有自己的亲爸亲妈、亲爷爷奶奶等家人。穆晴捡到他时，他都还不会说话，平时应该也是保姆带他，对亲生父母应该没有多少印象。被穆晴养在身边2-3年了，他连自己过去最亲近的保姆阿姨都不记得了，现在就跟君家的人亲近。小孩子还是婴孩子时期，一般都是谁带他，他就跟谁亲的。海阿姨，洋洋真不会有事。龙婷侧身看着身边熟睡的小伙伴，还伸手去摸了摸洋洋的额头，然后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感觉到两人的体温一样。不会的，洋洋的身体也很好。龙婷想了想说道，若是洋洋受凉感冒，我给他把脉，开点药。海童，你学会把脉开药了吗？没有，但我见师傅和师公帮别人把脉。开药，我刚去药谷的时候也会感冒，吃过什么药？我知道我师公那里有，我到时候去师公那里拿了药给洋洋吃。龙婷是要学医，但还没有学有所成，毕竟才3-4岁大，再聪明也不可能在这个年纪就学会。学医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，还需要实践。他现在哪里会给人把脉和开药呀？不过是看到师傅和师公给人把脉的样子，认为自己有样学样，也就会把脉了。开药，他则是认为他感冒吃过的药就给洋洋吃。海童生怕这小家伙真去老神医那里乱拿药给洋洋吃，连忙说道，龙婷，每个人生病的原因都不一样的，不能你用过的药就给洋洋用，洋洋用了也未必有效，凡药3分毒，药可不能乱吃。洋洋不会有事的，你要是担心洋洋受凉了，等早上起床，阿姨给洋洋煮碗姜汤，让他喝了驱寒就好。龙婷也知道姜汤驱寒，便点了点头。见他不再坚持要拿药给洋洋吃，海童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，温声说道，还早得很，再睡会儿。好。龙婷在海童温柔的注视下，很快就重新进入梦乡，确定他又睡着了，海童才轻手轻脚地走出儿童房，免得又惊醒龙婷。当小孩子真好，吃饱了就玩，玩累了就睡，被惊醒后很快又能重新入睡，不像大人半夜醒来就很难入睡。海童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，而是下楼去。君家的管家已经起来，看到海童下楼，他微笑地问了声早，再问海童，战大少奶奶是不是饿了？厨师已经上班了，很快就能弄好早餐。战大少奶奶怀着身孕，饿得快很正常。他们家大少奶奶怀孕期间，也是天未亮就肚子饿了，要下楼找吃的。厨师是所有人当中最早上班的，一般5点左右就会上班，得准备好食材，然后再给所有人准备他们想吃的早餐。大家隔天早餐想吃什么，提前1天告诉管家，管家会记下来，再交给厨师，这样第2天大家才能吃到自己想吃的早餐。如果不说，就是厨师准备了什么早餐便吃什么。其他人一般是清晨6点上班，上到什么时候得看自己的工种。
像管家一般是清晨6点到晚上10点，不过大家都住在山庄里，就算到了下班时间，若是主人家需要用到他们也会加班服务的。反正主人家不会亏待他们，会相应的给点加班费。加班费和奖金往往他们的底薪要高很多，大家看重的都是加班费和奖金，主人家又不会刁难他们，好伺候的很。管家早，我醒了，睡不着，就想出去走一走，还不算饿。等你们大少奶奶起来了，我再和她一起用早餐。管家保持着微笑。战大少奶奶要多穿件外套，清晨路重，较冷。海童嗯着，我多穿了一件外套了。战大少奶奶散步时小心点，天亮了就回来。我们大少奶奶天一亮就睡的了。穆晴的生命中很准时。海童笑了笑，应着好的。管家送海童到屋门口，看着海童下了台阶，他才转身往回走。山庄里还安安静静的，院子里的路灯亮着，待到天明了，路灯会自动熄灭。风尘山庄很大，与悠悠山庄也差不多。海童来了数次，对风尘山庄还算熟悉。他在前院漫步，走着走着又走到了后院，然后在后院遇到了在晨跑的军七少。他停下来，笑着：“童姐，小七这么早就在这里晨跑了？”军七少嗯着：“我每天都是这个点就起来晨跑，跑完回屋里洗个热水澡，就可以吃早餐，然后上班去。”海童笑：“你的作息很不错。”习惯了。童姐怎么也起来了？天还没有完全亮呢。现在已经是清晨6点，但是天色还没有亮。冬天的清晨6点还是暗沉沉的，遇到阴雨天更甚。醒了就不想睡，出来走动走动。军七少理解的点点头，又叮嘱着那童姐小心点。昨晚半夜下了点小雨，有些路面还湿着，容易打滑。路面还湿着的地方我不走便是。它都是沿着主干道走的，后院的主干道是一条水泥路，另外还有很多弯曲小径，他都不走那些小路，怕自己不小心会滑倒。大清早的后院都没什么人，他若是不小心滑倒都没有人知道。小七，你跑你的跑，我慢慢走，走上一圈就回屋里去。后院特别大，他走上一圈，回屋里刚好可以用早餐。军七少又叮嘱了海童几句，便慢慢的跑开了。海童继续往前走，没走多远，听到穆晴叫他，他停下来转身看，还真是穆晴。穆晴还抱着君言。等母女俩近前了，海童说他大清早的，你怎么抱着妍妍出来了？我在阳台上看到你，便想出来陪你散步的。妍妍醒了，只能带着她出来。看不到她的时候，君言醒了就是自己翻坐起来，坐在床上自己玩，要不就是用小短腿蹬他的孪生哥哥。把叶瑶蹬醒了，小哭猫张嘴便哭，这样大人就知道小兄妹俩醒了。有时候大人没有听到哭声，叶瑶哭一哭就不哭了，爬坐起来和妹妹一起玩闹。